世间，风云涌天下流亡，我随你同往。过千山，行万江，我怕蛮荒漠上花在岸。爱与恨，太凌乱，千看聚散，风行云为淡。春秋长，终能与你浪迹红尘一趟。你呀你，累朝皇帝不是嫔妃成群，你已经登基不少时日了，忙完那些大事，就该考虑纳新的事情了。母后，儿臣是想，父皇大丧不久，皇后又刚刚怀有身孕，此时甄选秀女，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啊？你刚刚继位不久，根基尚浅，正需要各大世家的倾力相助，匡扶大业，联姻就是最好的办法。至于皇后，就应该母仪天下，万事以江山社稷为重。若这个她都不懂，就不配坐镇中宫。恭迎王妃回府。还不快请大王入府？行。哥哥可在府上？世子一早被太后叫进宫中，还未回府。快去通报一声，我带大王先在府上转转。是。这相府的奢华，比之皇宫也不差。世族百年，大多如此。嫁给我，委屈你了。我虽然生在金玉之家，可从来没有在乎过锦衣玉食。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安稳。这就是我的闺房。小时候啊，一到夏天，哥哥、我、锦儿就最喜欢在这儿玩，弄得满园子都是水。父亲啊，没少责罚我。放肆！阿乌姐姐，姐夫，你好凶啊！你是倩儿？我是。叩见大王和王妃。叩见大王、王妃。婶婶，家中不是朝堂，无需行此大礼。多谢王妃。倩儿，我总记得你小时候怯生生的样子，想不到今日竟出落得如此可人，我都快认不出了。多谢阿乌姐姐夸奖。哎呀，妾身僻举商街，疏于教导，实在欠儿无礼，对王妃啊、大王多有冒犯，还望见谅。无碍的。
对了，来，这是琅琊族亲们啊送给你的礼物，拿着，收下吧啊。劳烦婶婶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佩儿送给你的，你还记得佩儿吗？佩儿的生母啊早亡，自小啊由我带大。先前啊，她被封为宣宁郡主，远嫁迎秦光禄大夫吴郡。婚事虽然不错，可佩儿这孩子啊实在是命苦。她婚后啊不久就怀孕了，没想到不足3个月就滑胎了。哎呦，真是的，不到1年又经历过一次。婶婶，大王朝中还有要事，且让他先行吧。今日天冷，你又才刚刚痊愈，别着凉。阿五啊，你真是嫁个好夫婿，太后真是好眼光。婶婶，那大王您说，这呼兰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还记得我放归山里那只虎吗？您说贺兰珍啊？这段日子来自北境的骚扰少了很多，说明它开始起作用了。只可惜，南迁之心不能小视啊。这个时间来访，恐怕也只是一时之计。您看这个贺兰珍，跟咱们打了多少回了，赢过吗？还死性不改。远来是客，好吃好好的招待着才是大国风范。大王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宁朔呀？回宁朔？京城的逛腻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老不打仗了，这刀都不会用。我也怕，我怕将士们养尊处优，在京城待得失了斗志。咱们留下来守在这脏腑之地，老百姓才有安生日子过。过几日，你同我一起入宫。为何？婶婶和倩儿入京，对于王氏来说也算是一件大事。太后宣召永安宫赐家宴，希望大家一块聚聚。我当然知道你还是记恨她，不过再怎么说她也是太后，她与我王氏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太后这次召他们进宫，还不是为了重振我王氏，提早做准备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我还得去应付这俩麻烦。陛下，做什么啊？朕曾听母后说，朕当年在她的肚子里很是闹腾，让她受了不少苦。朕现在就要告诉我们的龙儿，龙儿听着，在你母后肚子里不要折腾，乖乖的，听见了吗？嗯。陛下，你对婉如可真好。陛下，婉如有件事情想跟陛下说。皇后，你可是听到什么了？重臣们大张旗鼓，祈求陛下纳娶新妃。我要是说我不知，那不是太过虚伪。可你怎么？哎呀！陛下，若说心里话，臣妾100个不愿意，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陛下。可是，
臣妾是陛下的皇后，应该母仪天下，应该有皇后的样子。所以，臣妾想明白了，既然身为中宫之主，那么就应该尽心尽力地为陛下着想。婉柔，不管将来入宫的是谁，皇后在朕心里的位置，是没有人能替代得了的。有陛下这句话，臣妾就放心多了。喝个药还得哄。来，喝了。不喝。喝了。不喝。不喝。你喝。行。你无耻！不好好喝药，我会更无耻。这药都喝了多久了？一直不让停，他一定是收了你的好处，故意来欺负我。谁会故意来欺负你呢？最后一口。上辈子我定是欠你的。也许还是我欠你的。母亲，母亲，看看这套好看吗？婉儿真知妙龄，自是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那倩儿不吃，母亲又哄我，在琅琊时都说倩儿容貌天下无双，可今日见了阿武姐姐，方知她竟然比女儿还要美。阿武再美貌，她和佩儿一样。你下去吧。是个没福气的。母亲此话怎讲？我派下人啊，多发了一点赏钱，方在府中打探，阿武几个月前失了腹中的孩儿，险些啊性命不保。我看他身体柔弱，将来啊恐难以生养啊。果真与佩儿相像。若是没有子嗣，就算今日豫章王对他百般宠爱，也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你可知太后派人将咱们从琅琊接到京城，是何用意？想让女儿入宫，所以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这次机会。多谢太后姑姑赏赐，倩儿真的很喜欢。倩儿喜欢就好。我们琅琊果然人杰地灵，竟生出这么水灵的姑娘。谢太后夸赞。母亲，太后姑姑对倩儿真好，就像我亲姑姑一样。太后本来就是你的亲姑姑。哦，太后姑姑，倩儿说错话了。倩儿的意思是，倩儿喜欢太后姑姑。这丫头。殿下，豫章王妃来了。王轩，拜见太后。
起来吧。谢太后。拜见王妃。阿武姐姐来了。婶婶，倩儿，你们先都坐下吧。婶婶请坐。阿武，今天的家宴，正值倩儿母女二人远道而来，我们王氏家眷一起热闹热闹。姑姑也给你准备了从琅琊老家带来的甜米糟，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多谢太后有心。太后姑姑偏心。倩儿，不要紧，倩儿这性子我喜欢。一会儿宴席上啊，也定会有你爱吃的东西的。多谢太后姑姑。有没有朕喜爱吃的东西啊？参见陛下。快免礼免礼。既然是家宴，阿武便不必拘泥。谢陛下。唉，朕当了皇帝，与妹妹之间倒是疏离了很多。皇帝陛下乃是九五之尊，王轩自需恭敬。是吗？朕可清楚地记得，你与先帝相处，可从未讲过规矩。皇儿，儿臣给母后请安。皇儿，快见见你舅母和表妹。倩儿拜见陛下。这位妹妹，母后，我们琅琊王氏之女，果然个个都跟阿武一样，天生丽质。多谢陛下夸赞，倩儿哪有姐姐般美貌呀？的确，差那么一点点。下去吧。太后招了一个酷似王轩的丫头，还在永安宫摆了家宴。可婢子觉得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当然，若不是先前顾不上，太后早该向我开导。如今皇帝已经登基，他怎能允许大权旁落？殿下的意思是，太后要借甄选秀女的机会，召她入宫。怪不得，百官在此时觐见要皇帝纳妃，因他知道皇帝对王轩有情，所以找一个跟他相似的，倒是省了不少力气。若太后真有此意，那岂不是她就是冲着我这个皇后的位置来的？阿武，等一等。皇帝陛下，朕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都别跟着了。是。阿武，此刻并无外人，就还如先前一样，叫我子龙哥哥，可好？琅琊故居遥远，我也是多年未曾回去，颇为想念。今天你们俩入宫，也算是了却了我的思乡之情。你们难得入宫，桂嬷嬷在。
带他们俩到宫中转转，逛逛御花园。是，多谢太后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臣服告退。倩儿告退。倩儿真是个傻丫头，我可别选错了人。去把温相叫来。是。阿武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，一到夏天，我们就躲在这桥底下抓鱼，就那儿。你总是子龙哥哥，子龙哥哥的叫我，恐怕不带你玩。一晃经年，已经物是人非了。这些年，幕后的如今我已经当上皇帝，可是我们身边的亲人、故人，却都一个个的走的走，没的没。阿武，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想必最苦的就是你。告诉我，你恨吗？我该恨谁呢？我还该谢谢你呢。谢我什么？谢你给了我父亲一条生路。你莫要谢我，要谢就谢你的夫君才对。我夫君？你父亲既然拿我的性命相携，自然就断了我与他的亲缘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可我没想到，豫章王竟然跪在御书房外整整一夜。他说：“你已经失去了母亲与孩儿，此时不能再失去父亲了。”我听他这么讲，才勉强同意了。他没对你讲吗？阿武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。那一日你与母后，父皇贬天，可与母后有关？没有，是不是没有？没有变好，没有变好，没有变好。母亲，倩儿觉得这皇宫没有倩儿想象的好。琅琊虽是跟这儿比不上，不过咱们的王府跟这儿比起来，也算是毫不逊色吧。小点声。这位妹妹说的不错。论精致秀美，王氏府邸比起皇宫大内，也不逊分毫。
婢子拜见皇后殿下。臣妇薛氏，小女王倩，叩见皇后。叩见皇后。小女无状，不知皇后驾到，出言不逊，请皇后念在她初次进宫、年纪尚幼的份上，切莫怪罪。启禀皇后，这是太后的琅琊族亲，倩儿姑娘是皇帝的表妹。快起来吧。谢皇后。果然，都说今日宫里来了一位天仙一样的妹妹，长得竟与豫章王妃有7、8分像。这么一看，果然并非妄言。倩儿虽远在琅琊，却也听闻当今皇后才德无双。今日得见真容，方知民间传闻并不准确。皇后何止是才德无双，原来是颜容德功，皆为天下女子之楷模。倩儿险些看呆了呢。这小嘴，跟裹了蜜糖一样。仓促一见，来不及准备，这个算是姐姐送给妹妹的见面礼。来，多谢皇后，倩儿很喜欢。妹妹以后来宫里，随时可以去我的朝阳殿做客。好啊，好啊，日后倩儿在宫里也有姐姐了。温相，请。请。臣温宗慎叩见太后。起来吧，你我不必多礼。不知太后唤臣前来，有何要事？我要和你说说皇帝的事情。坐吧。谢太后。我听说温相对皇帝选秀纳妃一事颇有成见。若为此事，臣的确不赞同。前朝后宫密不可分，温相亲然其中多年，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牵连。如今执意反对，难不成对子龙不满，不愿真心帮他？太后，微臣一向是忠于帝君，从没有任何私心杂念。臣反对皇帝此时纳妃，只不过是因为先皇尸骨未寒，此举不合时宜。不合时宜。若是温相真为皇帝和天下着想，就应该不拘陈规。现如今朝局刚定，内忧外患，皇帝根基未稳，更需要各世家的鼎力相助，联姻就是上策。既然太后已经有定夺，那还唤臣来作甚呢？可还记得你当初所言？太后，
哥哥当初想害你，我宁可翻脸也要护着你，皆因为你我的情谊。我还记得你说过，会生生世世守护着我。若是你也不愿意帮助我，文郎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请放心，我文宗室一定竭尽全力守护皇帝，守护太后。杂草、麻绳、木头渣子，反正就是没什么棉花。他们想让咱们用这些东西过冬。眼看这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士兵们都等着他呢。结果数量对不上不说，这冬衣还如此粗制滥造。我自前年王逝后，一直有传言，说江南各镇的士兵自觉比咱们宁朔军低人一等，可有此事？这您都听说了？我还听说，江南各镇已经有士兵哗变了。他们呀，一直都怕受简宁王牵连，现在借由冬衣之事闹事，倒也是不奇怪。去看看，咱们宁朔军中还有多少余钱，都拿出来，赶制一批冬衣应急。大王凭啥花咱宁朔军的钱啊？宁朔军和江南各镇士兵都是我大成的兵，有何区别？是。我再给你个差事，去查这批冬衣究竟是从哪里进的料，在哪里制的成衣，每一件成衣究竟花了多少钱，这钱又都经过哪些人的手？母亲，快看，这可是皇后戴的镯子，必定是价值连城。还有太后姑姑和皇帝的赏赐，这次入宫真是收获匪浅。哎呀，他们不过给你几个玩意儿，就把你哄得心满意足啊！你好歹也是琅琊王氏的女儿，怎得就这点眼界？琅琊王氏，琅琊王氏，母亲你还好意思说？自以为琅琊富庶，到了京城一比，女儿竟成了相户人家的小姐。别的不说，只说今日，谁见到女儿都要阿五阿五，说我长得像她，为何不是她酷似女儿？在琅琊，谁不是奉承我？到了京城，却成了别人的陪衬。王轩乃是王室正统的嫡女，自然不一般。正统是不一般。大伯戴罪之身，流放至今，生死未卜。就算他有个先长公主的母亲，不也是一命呜呼？你住口！私下说也就罢了，在宫中，你也口无遮拦啊。你也知道，这是京城，不比琅琊。在琅琊时，天高皇帝远，就算王室的旁支，也足以任你逍遥任性。可在京城呢，处处玄机，步步惊心。你若不收敛悔改，将来恐怕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倩儿有太后姑姑照拂，谁敢？他夸你两句，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天高地厚了。你忘了，你和凯儿是一样的，不过是他在宫中运筹帷幄、排兵布阵的棋子。
那年，他不顾我苦苦的哀求，把你哥哥，我唯一的儿子送到军中历练，未及回京就病逝在外。就连最后一面，我母子都未曾得见。可王素呢？只因是长房长子，在京中花天酒地，却在童年家风显绝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安排好。王素，速速去办吧。素哥哥回来了，他不会听见吧？快！素儿。好，婶婶。啊，素儿，婶娘有件事儿要跟你说。婶婶直说。我和倩儿自琅琊而来，孤儿寡母，长居王府也不是个办法。我已差人在京城寻买宅子，一旦找到合适的，我和倩儿便搬过去。是素儿有什么地方照顾不周吗？素儿多虑了。母亲，倩儿不想离开王府，王氏这么大的府邸，难道素哥哥就容不下一个倩儿吗？你懂什么啊？如今你素哥哥已经早已成家，想来不日也会封王，咱们久居在此总是多有打扰。倩儿说的对，这么大的宅子，怎么会容不下你们？再说，这也是我王氏在京中的宅院，即便父亲不在了，就是，都怪母亲惹得素哥哥伤怀。您就听我和倩儿的吧。再说倩儿聪明活泼，像极了出阁前的阿武。每次看到她，总能让我想到一些往事，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。既然如此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和倩儿便继续打扰了。好。启禀皇后殿下，户部府君谢守正求见。过来吧。谢守正拜见皇后殿下。按辈分，我应该叫您声叔伯呢。快起来吧。谢皇后殿下。谢府君，这是何意？此乃翡翠麒麟。臣听闻皇后殿下怀上龙子，特意到京城找到最好的工匠，雕此麒麟，恭祝皇后殿下凤体康健，福寿绵长。收下吧。是。如此大事让你破费了。皇后哪里的话，老臣能有今日，全靠皇后殿下栽培。栽培这些话就不必说了。你如今在户部供职，自然应该知道本宫向皇帝举荐你的用意。老臣明白。臣愿为皇后殿下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你身居要职，时时处处要小心谨慎，别让眼红的人抓了把柄。是。好了，我也累了，谢府君，你先退下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，不拖我。哎呀，别跑！行了，你们俩别闹了。
宋将军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给玉秀姑娘带了药，想劳烦姑娘帮忙转交。多谢宋将军，玉秀姐姐知道了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还有这花儿，也劳烦姑娘。这花儿也是给玉秀姐姐的，没想到我们宋将军还会给姑娘送花呢。那我这就给她送去。哎，姑娘。劳烦了。客气了，宋将军。姑娘，这花是从皇陵带回来的，记得放在向阳处浇水啊。知道了。唯恐泪雨沾湿你菱花，时间追逐远去的戎马。若思念尚有涯，为何刻在天下？泪可寄情难夹。听风哭哑如千丈悲家，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。此去现已怒马，归来因你温雅，心难舍放不下。等沧海洗尽了铅华，与你花前月下。因为你，此生才不剩繁华。等云海风烟淡化，天涯尽处归家。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。乾坤变化，天涯尽处归家。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